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来到 Easy Mandarin。今天我想聊一个对大家都特别有用的一个话题，就是和大家切身相关的问题，就是你知不知道自己的中文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，以及你知道自己的中文在什么样的水平之后，你知道该怎么提高吗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多的同学都特别困惑的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学习语言的时候，更多的时候是埋头苦学啊，当然也有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情况，但我相信大部分学生都会很认真的去学习，都会埋头苦学啊，但是有时候呢，我们只是埋头苦学的话，往往会忽略一点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目标究竟在哪个地方。当然了，就是最终的终点是非常清晰的，就是能熟练的运用中文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目标需要不断的拆分成小目标才行。这样的话，你到每一个阶段，你都知道自己应该实现哪些目标。这样的话才不至于太慌乱，因为很多时候太过长远的目标、太过宏大的目标，往往会让我们望而却步。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想着，只要埋头苦学，一点一点前进就行了，总有一天会到达那个目标的。但是这个心态害死人呐，同学们，真的是害死人。且听我细细道来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太远了，太宏大了，所以太不确定了。面对不确定的东西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心存疑虑，不只是疑虑，疑虑可能会产生焦虑，焦虑甚至产生恐惧。所以，这其实是人的性格或者是心理，甚至说基因决定的。我们面对未知的东西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所以我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，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？就是把未知的、不确定的东西变成可知的、确定的东西。怎么做呢？第一步就是看一看自己的中文究竟在什么水平啊。这个其实不是说通过参加一些考试，比如说 HSK 的考试，对不对？因为 HSK 的考试确实是分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，到9级了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其实这种级啊，对真正的中文的掌握是没有特别大的帮助的。就是它所确定的标准是考试的标准，不是你真正熟练掌握中文的标准。那这个标准是什么？我觉得其实很简单，把它分为初级、中级和高级就行了。但是在中级里头，每个中级水平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相信大概看我视频人大概是中级往上的水平，特别甚至很多是高级啊，觉得自己是高级。真正高级的人可能也不用看中文教学视频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从中文老师制作的这种母语者的视频，到纯粹给母语者制作的视频，它中间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跨度。这个跨度其实要跨越也不是特别容易。所以在这之前，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，就是自己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这个其实需要一个母语者去判断，特别是一个中文老师去判断。你当然可能有一些母语者的朋友可以聊天等等，对不对？但是老师能提供的角度和母语者，就是一般的母语者所提供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其实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个感慨，就是我教了一个学生，他是去年跟我上了一节课，我觉得他的中文水平还可以。他当时上我课可能是对我比较好奇，就上了一节课。然后呢，今年就是我过完年之后，把我的课表重新打开之后，他又报了一节课。我当时很好奇，我觉得这个学生可能试过一次之后觉得差不多了，因为他自己说他有一些母语者的朋友是可以聊天的，所以他对中文老师的需求，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迫切，那么的大，因为有很多机会可以去练习中文嘛，练习输出。
但是他再次找到了我，我就想着你再来找我，你肯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，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你不可能纯粹过来只是说，哎，我找个母语者的老师来聊聊天，聊聊一些话题。所以当时我就开启了我分析的模式，就是我觉得我区别于大部分的中文老师的一个点，不是说我的教学水平有多高，而是我这人特别喜欢观察、总结、逻辑推演。就是我通过他的中文，我就去开始总结他的中文到底的问题在哪里，他自己困惑的点在哪里，甚至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一直困惑着他的点在哪里。这个其实就是我不是在吹嘘，我是觉得我可能有这种眼光，确实能看到。我就会发现，哎，好像他说话的时候跳跃性特别大，虽然他说话感觉特别的顺滑流利，很快，甚至是很快，甚至他的很多母语者的朋友都说你说话可以再慢一点。但是按照常理的推断会觉得快，那说明是流利啊，他可以很快的把自己的语言组织起来，然后说出来。但是快的时候，反倒有时候是不够的自信，因为你需要快速的把你已经掌握的这些东西不断的输出来，一个叠加另外一个，让别人觉得你是说的好，但其实它中间是有很大的跳跃性的，每一句或者每一个小段之间它没有连续性，就是没有一个逻辑的连续性。我后来发现，就是少了一些应该有的一些连接词。我就说你现在开始说话，我就把你的话速写下来，记下来，然后我告诉你，假如是我说，我会怎么把这个话说得更好、更地道，不只是用一些更好听的词汇或更准确的词汇，而是告诉你怎么把这些跳跃性的句子、想法怎么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整体，完整的、顺滑的、地道的中文的语流的整体。其实我觉得语流这个词我很喜欢，所有的语言它都是流动的，是一个流动的整体，所以需要一环接一环，需要很多连接词把它们连在一起，让你说出的话在别人的脑子里是形成一个一个概念，一步一步往前走的，而不是突然说这个然后又说下一个。虽然你的句子呢是能理解，但是它总是少了一点什么东西。然后他突然之间豁然开朗了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终于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了。我之前和我的母语者朋友就说，我要去再找一下中文老师，他们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还要找母语者老师？你不是和我们聊天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好像总缺点什么东西，我需要找一个专业人士去看看。”所以我觉得我给他提供的这个，突然之间也让我明白，为什么突然之间让我明白，就是其实学习中文的时候，最缺少的其实不是说你勤勤恳恳埋头苦学，而是方向。要有一个方向，首先对自我的定位是什么样，我的中文水平在哪里。其次方向，方向就是你欠缺的东西在哪里，你欠缺的东西你需要怎么去补足，怎么去调整。我们人在面对未知的时候非常害怕，但是假如有了方向感之后，你可以循着这个方向一路往前走。就是其实我作为中文老师的时间不是很长，而且我也不是那种非常传统的中文老师，就会有很多课件教大家这一点那一点语法等等，这不是我特别喜欢做的，而且我相信也不是我的天赋所在。当然很多看我视频的人会觉得老师你的表达能力特别强，对，表达能力很强，这是一点，我可以毫不谦虚的说这个，就是我运用一些高级的表达方式，在所有中文老师里面应该是最密集的，但这个并不是我最核心的一个能力。我最核心的能力就是可以穿透一些看起来特别杂乱的、无序的表象的一些东西，看到最核心的本质，然后用语言把它总结出来。所以我觉得我做中文老师能带给学生什么呢？不只是说你来和我上一节课等等，我觉得我能帮学生进行一个定位，然后提供一个方向。接下来说实话就是你愿意跟着老师继续学也可以，
不愿意自学也可以，因为我认为真正的学习还是得靠自己。但是有一个方向，比如说我这一周应该做什么，我能学什么，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之后，在跟着老师学的时候，其实不需要老师在课上给你讲非常多，而且你带着问题来和老师上课，去沟通交流，然后让老师能看到你的欠缺的地方还有多少，以及能提升的地方在哪里。不然的话，仅仅只是比如说一个星期上一节课，意义真的不是特别大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新的一年的一个教学的方向。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到有这种困扰的学生。假如你是这样的学生啊，你可以来跟我上一节课，咱们可以聊一聊，看一看你的问题在哪里，对你的水平做一个定位，然后帮你找一下未来的方向应该是怎么样。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学生其实都有很强烈的想把中文学好的一个愿望，很多时候欠缺的就是这种方向感，很多时候就欠缺了一个把这个方向指给你的那个人。好了，今天咱们到这儿啊，如果你想跟我上课的话，点击底下的链接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